嗨，大家好。提起中国的战斗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恐怕非歼20莫属了。作为中国第一款也是世界第3款服役的5代战斗机，歼20的确承载着无数军迷朋友的期待与希望，也成为中国军工现代化的门面。但要守卫祖国的天空，单靠歼20一种机型，在当前还远远做不到。事实上，现在承担我国边疆，尤其是防空识别区战备巡逻第一线的，恰恰是数量更为充足的4代机。而其中扛起中国战斗机半壁江山的，就是包括歼11B、歼15和歼16在内的中国歼11家族了。那么这些国产侧位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提起中国的歼11，就不得不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苏27了，它也是中国首款第4代战斗机，更是之后中国庞大国产苏系战机的开山鼻祖。苏27自1985年开始服役于苏联空军，北约代号侧位，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最大速度达 2.35 马赫，作战半径为1500公里。其边条翼的使用，使得整个机身与机头融为一体，整体机身又较长，再配合微微下勾的机头，活像一只埋首振翅的仙鹤。曲线从侧面看甚是优美和性感，这就是苏27最为引以为傲的特点。其一身融合的气动布局不但精美，而且还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机动性能。经典的不加乔夫眼镜蛇动作，同时期的米格29和美系 F16、F15都很难做出。可以说，苏27的诞生是苏霍伊设计局和苏联空气动力研究所的一次厚积薄发。素有傻大黑粗之称的苏式装备，竟然能设计制造出外形如此简练且优美的战机，在当时的确让世界赞叹不已，也让那时正嗷嗷待哺的中国空军为之垂涎。但解放军对于这款祖师爷的引进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险些失之交臂。对苏联这款从不外销的王牌战机，解放军又是如何得到的呢？1990年，借中苏再次开始军事合作之际，时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率领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重点考察了苏联航空航天工业的多个研究机构，并观看了多款战斗机的飞行表演。那时中国空军的装备水准可谓极其落后，对于只拥有歼7、歼8的空军来说，与世界先进战机已存在明显代差，所以急需引进一款先进的4代机。而摆在面前的就是2款，一款就是苏联方面极力推销的米格29，另一款就是苏27。米格29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最大起飞重量为20吨，作战半径只有600公里，属于轻型前线战机。而苏27则完全不同，不仅载重和作战半径更为优异，其模拟式电传操作系统虽然比不上西方的数字电传，但比起米格29的液压操纵则有了质的飞跃。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短腿的米格29都难以与同为4代机的重型苏27相比，尽管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足够先进。既然有了更好的选择，中国自然就向苏联方面提出了求购苏27的要求，但得到的却是断然拒绝。这款王牌战机只会装备在苏联空军，而不会外销，甚至连让中方多看一眼的要求都不允许。那么中国后来又是如何买到的呢？转机来自于一次参会，中方代表团中很多人都曾留学苏联，而其中还有一位有着飞将军之称的灵虎中将，他是个中俄混血，他用流利的俄语追忆着在朝鲜战争时期与苏联飞行员并肩作战的故事。而在座的苏联军官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感染，一不小心就喝大了。这一喝大不要紧，竟然把一个秘密脱口而出说了出来。苏联政府已经原则上批准出售苏27给中国了。这是怎么回事？苏27不是从不外销的吗？事实上，在当时被美国忽悠进军备竞赛的苏联，经济已被拖垮，而负责设计苏27的苏霍伊设计局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不要说苏27可以外销，就连整个苏霍伊设计局都有被苏联政府打包出售的计划。表面上不卖给中国，是吃定了中国，即便引进了米格29，以后还是会心甘情愿再掏钱购买更先进的苏27的，想赚中国2次钱罢了。古有杯酒释兵权，今有杯酒套情报。中国在获得了这个极富价值的情报后，更加坚定了放弃米格29而购买苏27的决心，最终不负众望，于同年与俄方签署了购买首批24架苏27的协议。那苏联怎么会如此轻易就答应了中方不要米格29的要求呢？一，确实是缺钱；二，那不是还有印度呢吗？1992年6月27日，首批共12架苏27，包括8架苏27 SK 单座型和4架苏27 UBK 双座教练型，飞抵安徽芜湖空军基地。没错，
就是之前介绍过的中国空军王牌师原空三师某旅。自此，苏27正式加入解放军空军装备序列，也成为世界上第2个装备该机型的国家。而此时，庞大的红色帝国苏联已然轰然倒下，而独立后的俄罗斯在经济上越加雪上加霜，亟待输血。虽然俄罗斯更愿意向中国销售的是成品苏27，而不是技术，但中国人一向笃信装备自研的重要性，国防现代化是买不回来的。所以，面对遍体鳞伤且极度缺钱的俄罗斯，机会实在难得，这个熊猫还要继续薅下去啊！所以，1995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再次率团访俄，谈判转让苏27的整条生产线，并将购买第2批苏27的合同也纳入谈判的筹码。俄方的筹码显然并不多，再加上已经研制出了更先进的苏30，所以最终于1996年达成转让苏27生产线的协议。根据合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下属的沈飞获得在15年时间内制造200架苏27的许可，这也是后来沈获益的由来。苏27生产线最终成功落户沈飞，也为中国空军打开了一扇对世界先进战机的探索之门。这架被北约称为侧卫的战斗机，在遥远的东方即将开始演绎一段新的传奇。1998年，沈飞公司组装的首架苏27试飞成功，这就是歼 11A。但那时的歼 11A 几乎没有，或者仅有极少数的中国国产零部件。而中国引入苏27生产线，显然不是为了单单成为苏货一的海外组装厂，而且最初的歼 11A 还无法搭载中国自制的武器还要依赖进口，这一看就是个无底洞。因此，打造国产先进战机自研的能力才是最终的目的。于是有了歼 11B。歼 11B 在苏27 SK 的基础上换装了国产综合航电武器系统、雷达、全玻璃化座舱、4鱼度数字电传操作系统等核心部件，还装配了用于破解隐身战机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光电瞄准系统。发动机也由 AL31系列更换为太行涡扇式发动机。可以说，歼 11B 第一次实现了从机体平台、材料再到动力装置等全面国产化。不过，刚才也介绍了，由于苏27精美的气动外形设计得过于优秀，所以自歼 11B 开始，包括后来的一系列衍生型号，这种一身融合的气动外形得以保留。不过，歼 11B 在立项之初曾一度被要求具备多用途性能，即兼顾对地和对海能力，但以当时中国的研制能力未能实现。但本世纪初的空军又迫切需要有一型能完成战役纵深遮断任务的多用途四代机，于是又从俄罗斯引进了苏30 MKK。提到苏30 MKK， 很多人或许有些奇怪，引进苏30的国家很多，例如苏30 MKI，I 为印度；苏30 MKM，M 为马来西亚，还有苏30 MK2V，V 为越南。但到了中国，怎么就变成苏30 MKK 了呢？这 K 是个什么鬼？怎么看怎么像是给高丽人 Korea 的啊？中国难道不应该是 C 吗？其实不然，我们在俄罗斯那里可不叫瓷器 China， 而是契丹。我是契丹人，我是契丹人啊！我在之前介绍新疆的视频中讲过，这都要拜当年强大的大辽帝国所赐。而契丹的俄文是 Kidai， 为 K 开头，所以到了俄罗斯，我们就变成老 K 了。苏30 MKK 由苏霍伊设计局设计，并共青城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生产，于2000年飞抵芜湖空三师驻地，开始列装解放军空军。最大起飞重量 34.5 吨，最大速度2马赫，作战半径为1500公里，并搭载2具 AL31FP 涡扇发动机。注意，这个发动机并不具备矢量能力。印度的推力矢量发动机的喷口可以做到向上向下15度的方向调整。但无论怎样，在那时苏30 MKK 的到来，使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由于性能先进，中国海军航空兵在2003年又购买了24架苏30 MK2，重点突出对海上舰艇的打击能力，涂装也换成了浅色，再配上白色的鼻头。就这样，从苏联购买的苏27和苏30 MKK 与国产的歼 11B 和歼10，就在本世纪初的头个10年，一起构成了维护祖国天空的中坚力量。而中国对于侧卫家族潜力的挖掘仍在继续。这是苏27的座舱内部，是不是像个钟表商店？而歼 11B 的座舱已变成了这个样子，明显高大上了许多。成功升级并列装了歼 11B 之后，中国又研制了歼 11BS 双座型，并同时装备给了海军，即歼 11BH 和歼 11BSH，H 为海军。
就在沈飞对歼十一进行深度改造的同时，中国也开启了宏大的航母建造计划，也就是后来的首舰辽宁号。但只有航母没有舰载机怎么能行呢？因此，研制一款舰载战斗机的重任就同样落在了沈飞的头上。于是有了后来的飞鲨歼15。歼15是在歼十一 B 的基础之上，并参考了从乌克兰购得的苏33原型机 T10K 独立研发定型而成。我在之前介绍舰载机的视频中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在俄罗斯的苏33逐步除役并被米格29K 取代后，歼15也成为世界上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载战斗机。歼15于2012年正式服役，而隔年另一款新机型试飞的图片就出现在网络之上。它的外形与歼十一类似，这就是中国沈飞最新研制的一款重型多用途战机歼16。之前也说了，本世纪初中国空军就急需一款拥有对地能力的多用途战机，而当时的空优战机歼十一 B 还做不到，所以只能从俄罗斯引进苏30，而歼16的出现弥补了这个遗憾。歼16作战半径达1850公里，最大速度为 2.4 马赫，最大起飞重量高达36吨，最大载弹量12吨，可以发射鹰击62和鹰击83等反舰导弹。如果你认为歼16仅仅是对苏30 MKK 的又一丝仿制，那就错了。它的综合性能相对于苏30来说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航电方面，歼16采用的是我国最新型设备仪器，配备了新型电扫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光电搜索系统以及数字化飞控系统等。因此，无论从探测精度还是探测距离，它都远胜苏30 MKK 一筹。这是苏30 MKK 的座舱，虽然初步实现了座舱玻璃化，并增加了2个大尺寸液晶显示器，但依旧保留着苏式钟表商店的特征。而与之相比，歼16的座舱由于置身于一个豪华版的家庭影院一般，不仅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全向姿态感知能力，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意切换放大显示图像，输入界面也更为友好，极大提高了飞行员下达战术指令的效率。不仅如此，在武器装备方面，歼16犹如一个小型导弹库，一共是12个武器外挂点，既可以挂载各类空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来打击地面目标，也可以对海反舰和进行空空格斗，实实在在的空中多面手。而于换装了最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机头传统的空速管被取消，这也是与歼十一最大的区别。此外，歼16还发展出了专门用于电子作战的歼16D。而对于苏30 MKK 来说，尽管其火控代码和枢机链已被我国破解，使得可以换装我国国产制导武器、光电吊舱、电子战吊舱等等，这样也就可以和预警机等其他机型一起协同作战，不至于像苏27一样已经快速退役。但毕竟是20年的役龄，再加上早期时使用强度大、任务分配多，即便现在有所升级，也不是当今中国空军的主力了。苏27与苏30 MKK 曾经在我国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服役生涯，也教会了中国空军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空战。而后，中国又引进了俄罗斯的4代半战机苏35，这样侧卫家族中就有3款落户到了中国。而侧卫的另一分支也在中国发扬光大。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侧卫更是在多个传统弱项上取得了与世界顶尖水平同步的辉煌成就。这些战斗机时而单独出现在青藏高原，飞越雪山之巅，时而结伴出现在东南沿海，携手执行紧急任务。他们与国产的歼10、歼20一起，共同组成了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空中力量。好。